史学家评价他罪孽，纣王不及万分之一，荒淫，昌邑王不及毫厘。到底是谁能让史学家如此痛恨？又到底是哪位帝王比纣王还要混蛋？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，喜欢别忘了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今天这期视频，让我们将目光继续拉回到中国历史上隔岸分治的南北朝，回到那个江南繁华又飘满血腥味的刘宋王朝。公元464年，宋孝武帝刘俊病重。这位文武双全却又酒色全占的痴情皇帝，在全盛之年为了心爱的女人郁郁而终，将刘宋王朝传承给了年仅15岁的太子刘子业。刘子业打小就性格急躁，行事顽劣，刘俊好几次都想废掉他，另立接班人。可惜命运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和机会。刘俊的眼光的确没错，少主刘子业的确不是块明君的材料。和商纣王相比，刘子业的混蛋属性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个刘子业继位没有几个月，他的生母王太后病重。王太后深知自己时日无多，于是派人去叫刘子业想在去世之前多看儿子2眼。哪成想这刘子业断然拒绝，还声称病人的房子里都是鬼，我怎么能去呢？闻讯的王太后万万没想到自己生了个孽子，指门大骂：快拿刀抛开我的肚子来看看，我怎么能生这么个货色。不久之后，王太后也下到地府找刘俊去了。对待自己的生身母亲尚且如此，对待自己的父亲刘俊，刘子业更是一点也不客气。有一次他去参拜太庙，手指着自己曾祖父刘裕画像说，这是个大英雄，有好几个天子都成了他的俘虏。接着看到祖父刘义隆，又说这人也不赖，就是晚年窝囊被儿子给杀了。等走到自己父亲刘俊的画像前，刘子业全然不顾礼法，开口就说这货相当好色，根本不分老幼尊卑。除此以外，还随即命令画工把刘俊的酒糟鼻给画上。如果你以为刘子业的混蛋仅限于此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后面的故事会让你发现，所谓的骂老爹气老母，只不过是刘子业众多恶行中的冰山一角。风俗通义上说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而受孝武帝刘俊这把火被烧死的鱼可不是一条2条。首当其冲的就是刘俊生前的第一宠臣戴法兴。刘子业在母亲王太后病逝之后，逐渐开始放开手脚，胡作非为。当时权倾朝野的中书舍人戴法兴由此与刘子业产生矛盾，甚至在一次争执中，戴法兴说：官家你所谓如此，难道是想当荥阳王吗？前面的视频当中咱们说过，刘裕传位的第1位皇帝是少帝刘义福，后来因少不更事被4位托孤大臣废为了荥阳王。如今戴法兴提起这件事儿，就是妥妥的威胁和警告。话说这一向飞扬跋扈的刘子业听到这，应该是又气又怕。戴法兴如果真的是想废掉他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不久之后，一个心腹太监的禀告更加加剧了他的担心。小太监华苑儿跟他讲，现在外面都在传言说皇宫里有2个天子，戴法兴是真天子，官家您是假天子。这华苑儿的话一下就撩起了刘子业的怒火。在经过和几个心腹秘密商议之后，刘子业直接降旨撸了戴法兴的官，让他告老还乡。戴法兴免官回乡之后的结局是被刘子业下诏赐死，开棺焚尸，抄没家产。戴法兴的2个儿子也被一并斩杀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不可一世的权臣，而往往只要皇帝的一纸诏书，就可以轻松收回所有权力。我们现在看来，这正是皇权专制最霸道、最可怕的所在。除了戴法兴，刘俊生前最宠爱的，差点顶替刘子业成为太子的新安王刘子鸾，很快也倒了大霉。当年因为殷淑仪宠冠后宫，刘子义及其生母王皇后都被刘俊冷落，这使得刘子业对刘子鸾记恨已久。当年的孝武帝有多宠爱殷淑仪和刘子鸾，后来的刘子业就有多记恨。登上皇位之后，尽管当时刘子鸾不过是个10岁的少年，但是刘子业还是将他赐死。
连同一起陪葬的还有他同母的弟弟妹妹们。其残忍程度让10岁的刘子鸾在临死时哀叹：若有来生，希望我再也不要生在帝王之家。斩杀刘子鸾这些同辈人还不过瘾，刘子业索性把早亡的殷淑仪也来了个挖坟掘墓，重设当年曹操创制的盗墓官职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，将殷淑仪的奢华陵寝洗劫一空。殷淑仪的尸体被抛至荒野，任由野狗禽兽充当食物。玩到兴头上，刘子业差点将老爹的坟也给刨了。好在有大臣说这么干在风水上会对他不利，刘子业才停止了挖坟，在刘俊的墓上浇上吨级大粪以示小诚，并无所顾忌地谩骂自己老爹刘俊。骂什么呢？骂他是渣奴。刘俊活着的时候有酒糟鼻，这个渣字也是特指酒糟鼻的意思。我们现在回看这段历史不难看出刘子业对其父刘俊的痛恨，而这种痛恨也让不少刘俊生前珍视的人遭了无妄之灾。刘子业3岁开始就和父亲刘俊长期分离，5岁赶上刘少弑逆，差点被砍了头。刘俊继位之后，虽然很快就被封为太子，但是随着弟弟刘子鸾的出生，几乎分走了父亲的所有宠爱。童年时代没有接受到皇子应有的良好教育，父爱以及家庭温暖的极度缺失，最终造就了刘子业他残暴昏聩、人神共愤的一生。尽管刘子业在刘俊那里没能感受到父爱的温暖，但是作为乱伦皇帝的嫡长子，刘子业完美继承了老爹喜欢吃窝边草的这种嗜好，甚至还将乱伦玩出了花样。气死老母，残杀手足，给老爹坟上泼粪。登基刚刚1年有余，刘子业就把十恶不赦这4个字刻在了脑门上。但是这还不算什么，刘子业干的最为出名的事情就是淫乱后宫。他原本有个原配妻子叫何令婉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命短福薄，在刘子业登基当皇帝的前一天身亡。于是当上少主的刘子业便移情了他人，此女叫做刘英妹，是宋文帝刘义隆第10个女儿。按照辈分论，刘子业得管她叫10姑姑。年纪轻轻的刘子业就是喜欢人妻淑女，就算刘英妹已经嫁给了何迈，他也不管。于是为了强纳姑姑进门，刘子业先把新蔡公主刘英妹接入后宫，改姓为谢，封为贵嫔，杀了一个婢女，伪装成公主送回何府。头顶草原的何迈不甘心妻子被小皇帝霸占，于是带领门客死士密谋叛乱。没想到事情败露，刘子业趁机将何迈诛杀，自此与姑姑刘英妹双宿双栖，成了一对璧人。除了跟他老爹一样喜欢霍霍别家的这个妻女之外，刘子业还十分喜欢乐于助人。最有名的就是替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养30个面首，以及将自己的姑父楚渊抓入皇宫禁宿的故事。可能大家不知道，面首这个行当最早的开创人就是刘子业。当年他的姐姐山阴公主因看到弟弟有3宫6院，不满足自己仅限于一夫一妻，因此让刘子业为其挑选了30名年轻漂亮的男人陪床。刘子业用面、貌之美、手、发之美为由，将这30名男子命名为面首，自此流传后世。但是生性孟浪的山阴公主很快就玩腻了，她也想找一个精神伴侣，于是她就选中了自己姑母南郡公主的驸马楚渊。这南郡公主也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女儿，与山阴公主算是直系的亲属，楚渊算是她的姑父。史书记载，楚渊外表俊美，懂音律，行止皆有风范，这使得山阴公主将他视作男神，非要把他弄到手不可。于是呢，这个刘子业为了满足姐姐的要求，将姑父楚渊诓入后宫，安排山阴公主去勾引他。谁料这楚渊呢，并非空有皮囊，早就看出这是个圈套。纵使山阴公主使尽浑身解数，楚渊始终坐怀不乱，定力堪比去西天取经的唐僧。见男神实在是看不上自己，于是山阴公主对楚渊说：“看你须眉如戟，怎么一点儿也不像个男人？”楚渊说：“我虽然不够聪明，却也不敢乱了伦常。”山阴公主的老公何吉后来听说了这个事儿，自此对这个楚渊十分的佩服，两个人最后竟然还成为了好朋友。有人幸运保命，就有人不幸的丢命。
如果刘子业只是单纯昏庸无道的好色之徒，或许刘宋王朝的历史还能多撑2年。偏偏这个刘子业还有个爱好是杀人，也正因为他这个特殊癖好，才最终成就了自己遗臭万年的名声。顽劣少主刘子业残暴无度，闹得文武大臣、皇亲国戚人人自危，惶恐有一天自己成了他的刀下亡魂。其中最为警觉的，当属刘俊在世时替刘子业安排的那几位辅政大臣。刚刚上任，刘子业便大开杀戒，他用了一个无名的理由撤了中书舍人朝尚之的职，又莫名杀掉了散骑常侍西显度，这让辅政大臣柳元景、严师伯下定决心要另立明主，人选就是皇室里仅存的刘裕血脉刘义恭。然而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，柳元景原本是想拉拢更多人入伙，壮大反对力量，谁知他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战友沈庆之之后，却遭到了沈庆之的出卖。沈庆之转回头就把谋逆计划举报给了刘子业，于是在猪队友的出卖下，柳严2位重臣便携满门家属领了盒饭。当然最惨的还要数皇叔公刘义恭，本来在刘少弑父的时候他就死了12个儿子，现在身边仅存的4个皇子也要随老爹一块去了。小皇帝刘子业想要借此机会杀鸡儆猴，判刘义恭常规死刑，还嫌刑轻，别出心裁的将皇叔公的尸体大卸8块，还将眼珠子挖出来泡进了蜜罐子里边，美其名曰鬼目粽。这一顿骚操作让刘子业玩的那叫一个娴熟啊！震撼的刘宋王朝，谁都不敢在他面前提个不字。家里面最年长的皇叔公都是这么一个下场，其他人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吗？杀了刘义恭，刘子业又找上了自己的亲叔叔刘昶。要说这刘昶也是个倒霉蛋，他是刘义隆的第9个儿子，在徐州当刺史。刘俊在世的时候就对他各种看不上，现在刘子业继位，也将他视为眼中钉。彼时因为民间传言刘昶想要造反，乐得这个刘子业亲自领兵前去围剿叛贼，一番操作将远在徐州的刘昶逼得走投无路，最后连老母妻子都顾不上，只带了一个女扮男装的小妾，慌忙跑路投奔了北魏。虽然此时的北魏也算不上太平了，但是好在这个掌权者带眼识人，收留刘昶不说，还将他封了一个丹阳王，娶了个北魏公主享福去了。刘昶远在藩地，还有出逃的机会，最苦的是身在健康城的那几位。这个时候刘义隆的儿子还有6个人活着，分别是8子刘辉、11子刘裕、12子刘修仁、13子刘修佑、18子刘修范以及19子刘修若。其中刘辉从小脑残，刘子业没把他放在眼里，除了取个驴王的外号嘲笑他之外，也没太为难过他。这个刘修范和刘修若虽然也都是王爷，但是毕竟他俩年纪比这个侄儿刘子业年纪还小，刘子业自然也就没太在意。被折腾最惨的就是刘裕、刘修仁、刘修佑。这个刘子业为了防止他们篡权夺位，把3位叔叔囚禁在皇宫，每日折辱殴打，以此为乐。由于这兄弟3人个个身材肥硕，刘子业就给他们每人定制了一个猪笼称重。体重最大的刘裕被封为猪王，其次是杀王刘修仁和贼王刘修佑，差一个字就凑成了东北名吃杀猪菜。你说这刘子业得多有才！除了封名号，刘子业还身体力行玩 cosplay， 在后宫仿造了一个猪圈，每天让这叔叔刘裕在臭水烂泥里边扮猪洗泥浆浴，还把猪食倒在牧草里，逼着刘裕像猪一样去吃。就是这么个玩法，都没让刘子业放下杀心。好在这个3王当中的刘修仁头脑灵活，巧言善辩，每天变着法儿说笑话拍马屁，这才暂时保住了哥仨的这个性命。那么这个当口呢，民间开始传言湘中出天子，而刘裕本人的封爵就是湘东王。为了打破这个传闻，刘子业打算亲自西巡荆襄，并准备在出发前杀掉刘裕来祭旗。临启程前，刘子业把健康城里边所有的王妃公主请进宫，为自己设宴饯行。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刘子业开始忘乎所以，兽性大发，命令左右卫兵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众王妃公主强加凌辱。南平王妃姜氏誓死不从，刘子业就下令直接将他的3个儿子斩杀。随后姜氏被100鞭子抽得死去活来。刘子业甚至找来建安王刘修仁的生母杨氏当主角，当着刘修仁的面，让右卫将军刘道隆等人一起侮辱这个太妃杨氏。一时间，礼仪森严的皇宫竟然成了酒池肉林，而毫无理智可言的昏君刘子业也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生命尽头。刘子业的荒淫无道，让刘裕等人决定铤而走险，发动政变。说起来，刘裕的这次政变相当惊险，手上能使唤的只有主医小吏阮殿夫等人。不过阮殿夫官位虽小，但精明强干，没多长时间就帮刘裕召集了10多个通大，其中还包括在刘子业身边办差的太监钱兰生，以及帮助刘子业管理衣服的寿季之等人。这天，刘子业因为即将南巡，将身边的护卫宗岳、谭金等人派回家整理行装，自己晚上则要去皇宫北部的竹林堂。于是钱兰生等人便决定晚上动手。说起这晚刘子业出现在竹林堂，也是一场闹剧。此前他曾在竹林堂因为让几个宫女赤身裸体的取乐，随手杀了一个抗命的。随后便噩梦连连，醒后大怒，又将另一个宫女当作梦中人给杀了，更加重了他夜里见鬼的这个次数。为了不受鬼魂侵扰，索性他拉来一群巫师到竹林堂作法。就在他拿着弓箭要完成摄鬼仪式的时候，守在不远处的寿季之突然拿刀冲出来，一直养尊处优的刘子业本能性的拿箭去射他，但平时学艺不精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射偏了。这让寿季之对他发了狠，追上去就是一刀，随即便砍下了他的脑袋。就此，一代荒淫帝王刘子业就这么死在了负责皇宫杂活的小官手上。自此，刘宋历史上的禽兽王朝终结，重获自由的这个诸王刘裕登上历史舞台。或许在后宫被当猪养的他，怎么也没料到自己还有荣登大位的一天。而他也将刘宋王朝彻底推向了深渊。有关诸王刘裕登位以及刘宋最终被萧齐取代，我们将在下一期视频中与您分享。感谢收看烽火照东南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刘子业想要他死，完全是因为刘子勋排行老3，宋文帝刘义隆、孝武帝刘俊都是3皇子继任大统，这让刘子业将刘子勋视为禁地。再有就是当初刘子业不是强娶姑姑吗？他姑父何迈举兵造反，拥立的也是刘子勋。于是乎，江州主政的邓琬率先宣布废婚立名。只是江州还没有发兵，刘裕已经近水楼台登基称帝。宋书上明确记载，明帝刘裕因为肥胖，晚年时期得了性功能障碍，所以不能与女人同房。然而我们都知道，刘裕死时才34岁，正当而立。因此不少人认为明帝刘裕天生就有残疾，太子刘裕根本就不是这个明帝刘裕的种。坊间传言，刘裕喜欢上宫女陈妙登之后，将陈氏送给了自己的心腹李道儿。在李道儿府上住了好一阵子的陈氏，后来又回到了刘裕身边，几个月后便诞下了后来的太子刘裕。因此外界都说，这个太子刘裕的亲爹其实是李道儿。至于刘裕其他的子嗣，身世就更加扑朔迷离。于是他假借打猎之名，将13弟刘修佑活活打死在野外，用托辞将拥立有功与自己最为亲近的刘修仁诓骗入宫，赐其毒酒，送他归西。就连胆子最小的弟弟刘修若也没能逃脱刘裕的魔爪。见过不孝子孙刨自家祖坟的，但是没见过像刘裕这样断自家血脉，让别人的儿子当皇帝的。总之，正是因为明帝刘裕如此拼命屠杀当朝能人，才直接为日后刘宋王朝的灭亡做好了铺垫。而他的继任者，则是比刘子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恶魔少年。于是后人比照前废帝刘子业，将刘裕称为后废帝。如果史料都是真实的，这俩货的人品其实不过是伯仲之间。刘裕听说自己并非明帝的儿子，物理上的亲爹是李道儿，
没脸没皮的他，不但不以此为耻，反而理直气壮给自己取名为李统，或者自称为李将军。到了公元476年，由于建平王刘景素文武双全，又是文帝刘义隆第7子建平王刘弘的长子，勤学多才，礼贤下士，在朝野上下名望颇高，这使得很多官员都希望拥立贤王继任大统。此事引来刘裕身边权臣阮殿夫、杨运长等人的警惕。由于阮杨二人曾是宋明帝刘裕的心腹，对刘景素多有猜忌，于是便借这个传言想要杀了刘景素。